子过得也太爽了，什么宋家千金啊，谁爱当谁当去吧。徒儿，吃饭了。哎，来啦！凤凰炖灵芝，千年玄武汤。师傅，这不就是小鸡炖蘑菇、乌龟鹅汤吗？哎，快吃吧，吃完保证让你踏入神仙境。好，只要是给徒儿的东西，都能百倍返利。这些年，世人皆称我为气运之神，殊不知我也是靠徒儿增强的实力。师傅，这汤也太补了，我感觉我要上天了。对对对，这就对了。来了，百倍返还终于来了，为师要飞升了。师傅，你赶紧把你身上炎日地灯关了，这也太亮了。徒儿，下山去吧，为师飞升前要送你一场机缘。下山？5年了，你在哪？副总，富氏集团遭遇阻击，面临破产，宋家还带了几百人前来闹事。又是宋家。宋荣然说，富氏集团气运已尽，你要是再不答应入赘的事儿，就让我们富氏集团3天内破产。没有人可以威胁我，更何况他救过我2次，我非他不娶。副总，您还惦记那位啊？要不是为了找他，现在集团账上还能有1个亿。可他究竟是谁？现在登场的是第1号女嘉宾宋雨洛。备车。接下来我们有请第1号心动女嘉宾宋雨洛。这就是机缘。哎，算了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宋雨洛。我师傅说了，我能给大家带来好运，只要对我好，肯定能发财。得了吧你啊，不就是个没家世的贱民吧？还说对你好就能发财是吧？你真当你师傅是无数财阀为之朝拜的气运之神啊你？哎，赶紧滚吧穷鬼！这里啊，没人能看得上你啊！我的女人，你们也配妄议？是他。冒犯了宋小姐。傅廷修已经被我下药了，快把他给我找出来！走，我们去结婚。啊？哎，就这么水灵灵的结婚了？啊？关二爷的刀怎么拿反了？哎呀，财神爷的方位怎么都错了？啊，发财树也哭了。这个家呀，能发财就怪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们家摆了这么多坏气运的东西，这么下去，很快就要家破人亡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有我在。你在胡说什么？哥，你看这个灾星，刚一进门就诅咒的啊！赶紧跟他离了吧。没错，哥，只有柔然姐才能给咱们带来好运。以后不准再提宋柔然，她才是我认定的妻子。宋柔然，5年前把我逐出家门的宋柔然。这是50万，拿去花。50万？我用不了这么多的，
我呢在山上修炼多年，早就看淡这些。妈的！恭喜恭喜，你们的神机契约已激活，给你送雨漏的财物将100倍返还。什么声音？这音响又傻了吧？自己说话。不管了，哥，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非要娶一个丧门星呢？没错，他就是一个丧门星。他7岁时就害得父母重病，17岁时害得宋家险些破产。要不是我力挽狂澜拯救宋家，宋家早就被他祸害没了。7岁，那不正巧是收养你之后，宋家才开始倒霉的吗？你少胡说八道了！你被逐出宋氏之后，宋氏一飞冲天，就足以说明你就是个灾星。那还不是我扶持的你们宋家？5年前你说我扶持你们宋家就帮我找到宋雨落，结果你们一家都在骗我。这又怎么样？傅廷修，你要是不想流落街头，就乖乖的入赘宋家伺候我，否则用不了3天，你们就要去街边乞讨。哎呀，哥，我不想去街边要饭，你就从了他吧。快起来，我们傅家什么时候依仗一个外人？你不依仗我，难道依仗这个灾星？他能给你们带来1分钱吗？副总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集团刚回笼资金5000万。什么？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傅氏投资项目可都是被我拦截了。怎么回事？一个快要倒闭的工厂，今天突然收到国外5000万的订单。5000万！1000万，那不正好是50万的100倍？难道给他的钱真的能100倍返还？这和你有关？我也没做什么，我就是调整了一下门口的关公。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不就是5000万吗？有这灾星在，我看傅氏还能坚持多久？哎呀，哥，你不行你就从了柔然姐吧，那家里边的迈巴赫我都不好意思开出去。就是哥，我都快2周没买过新包了，姐妹们都看不起我。你们不重要，他才重要。去名牌店帮他挑身衣服。这身高仿配你刚刚好。傅廷修这个妹妹说话还真让人头疼，难怪总是气运不佳遇渣男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多少钱？啊，姓宋的，别想付完钱后回去跟我哥告状，这钱我来付。支付宝到账500元。记得和我哥说，我买的可都是正品。这位小姐，恭喜你成为我们商场第88888位消费顾客。这是5万块钱奖金，请您收好。5万元？5万块？我刚花了500，现在中了5万，恰好又是100倍。难道100倍返利是真的？运气不错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姓宋的，嫂子啊，刚刚是我不好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呗，让我好好的包装你一下。随便你挑，算我的。行吧，既然他有心送我包，我也不白拿，干脆也送他一个。我一定要再验证一下，100倍返利要是真的话，那嫂子可就是个妥妥的摇钱树啊！大哥，速来！刚刚我又获得了100倍返利。这位小姐，这周你都来几次了？买不起就别看行吗？谁说我买不起的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就2个穷鬼，叫什么叫？你这么卖东西是会破坏财运的，将来10年都找不着工作，只能去街边乞讨。你说什么？真以为你是气运之神啊？还能预测财运？就你们这群假名媛，还敢诅咒老娘？赶紧给我滚！啊！哎，住手！谁让你动的？哇，好帅啊！立刻向我夫人道歉，否则我……否则什么否则？小白脸装什么霸总？别以为你长得帅就能威胁人了！我今天就是要让你们滚！我倒要看看我今天会不会失业。想失业是吧？我成全你。我要收购一家店。什么？收购我们店？哼！你
你可真能装！我们店可是高端奢侈品店，价值上千万。你们这群假大款，还敢诅咒我！赶紧给我滚！哥，这可是1000万啊！为了一个道歉，不值吧？哦，对，要不然把这1000万给我，我道这个歉也行。不行。哼，你们3个极品还在这儿装上了。我们老板可是在京城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就算你有1000万，也买不到。不准对副总无礼！副总，副总，您给我900万就行。老板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他就是一个小白脸。闭上你的臭嘴！这位可是京城太贼傅少。京城？傅少？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老板娘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晚了，你被开除了。就你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我会通知全行业去封杀你的。副总，我还有信用卡要还，不能没有这份工作，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给你的机会还不够多吗？现在这家店是你的了，想要什么自己挑。啊！我这么快就实现波波自由了？你怎么给你嫂子挑衣服的？我怎么带她见咱妈？见婆婆。哥，你看我去买的这身怎么样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傅庭潇，谁让你把他带回家的？傅家家训：取贵不取贱，迎福不迎祸。他在宋家时，宋家人就灾病不断，还险些破产。你这个时候带他过门，是想让傅家家破人亡吗？哥哥呀，你怎么就没有我聪明呢？一个弃女灾星，一个千金福星，这明眼人都知道该怎么选。怎么选是我的事，你不可以对他不敬。那如果我说我准备了3个亿能嫁入你？3个亿？3个亿？哥，3个亿啊！再凭借你和我的聪明才智，一定可以让咱们傅家重回巅峰的呀！靠咱们哥一个人还差不多，要不是你这几年瞎投资，咱也不至于这样。庭秀，柔然才是那个能扶持你、让你完成梦想的女人。至于这个灾星，她只会让你家破人亡，一无所有。我不管你们怎么想，她都是我的妻子。更何况宋柔然从我这里骗走的，可不止3个亿。傅哥哥，那怎么能算骗呢？伯母也知道雨落下落。你说什么？没错，是我不想让你找到人。为什么？这个灾星把宋家害得还不够惨吗？只要我活着一天，就绝对不会让他进傅家的家门。这可是3个亿的嫁妆，他这一辈子都拿不出来。我就是要用钱夺走你的一切，你没钱就跟庭修离婚，滚回山里去，懂吗？灾星。副总，之前投资回笼了9个亿的现金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傅家已经有将近3年没有进账了。9个亿，哥刚给他花了900万，又是翻了100倍。难道哥真娶了个财神奶？他一到咱们家就回血了好多钱，难道他真是福星？谢谢，有这9个亿，我就可以回天晚日。和他有什么关系？在当今世上，也只有气运之神才能让人发9个亿的横财。气运？我想起来了，肯定是我把好运珠带来的缘故。哇，好运珠就是能给人带来无尽财富的好运珠啊！传说这可是气运之子亲手制作，摸一摸就能中彩票头奖，戴一天就能让财富翻倍啊！这是……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看什么看？像你这种霉运缠身的倒霉蛋，一辈子都不可能给别人带来好运。柔然姐有好运珠，你有什么？眉星。好运珠？
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好运珠，这是转运珠。你说什么？你们最近是不是很倒霉？投资失败，招渣体质，车祸不断，老公染病。你怎么知道啊？因为他用了转运珠吸走了你们的运势，为他所用，所以你们自然就倒霉了。这些年，什么软饭男、花心男、凤凰男，各种渣男，全被我给碰上了，全都是因为这珠子。那老东西背着我出去乱搞，染病在身，也是因为他。哦，我这些年一开车就出车祸，一开车就出车祸，我几十辆现代车全被撞了。难道说是我的运气被吸走了？那也就是说，宋家这5年如日中天，也是因为吸了咱们傅家的气运。不然嘞？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一定是巧合。要是我真的吸走了傅家的气运，我为什么非要与你联姻？我是真心喜欢你。说的没错，那9个亿的订单，还有3个亿的聘礼，都是柔然实打实拿出来的诚意。我要你立刻和他离婚。不，好啊，离婚。到时候你们公司倒闭，大儿子呢被追债人砍死，小儿子在路上被人撞死，小女儿被渣男撕成人民碎片。你们2个嘛，因为染病截肢，到时候可别怪我啊！你说什么？他怎么会预料的这么具体？我也只是知道他们会死得很惨而已。妈，雨落姐没来咱们家之前，咱们一直是倒霉来着，而且对雨落姐花钱，好像还有100倍返利，是有点蹊跷。100倍返利？我今天好像也听到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离婚？我不允许。你放心，你对我不错，我到时候肯定会替你砍一刀。不是，挡一刀啊！我怕的不是这个，我不允许你再离开我。伯母，你让他们2个离婚，等我和廷秀联姻之后，我保证傅家如日中天。要不是赵公子说傅廷修入赘能给我带来天大的气运，而且他也有几分姿色，我才没兴趣陪你们演戏。柔然，要不你先回去，我再劝劝他。好，明天慈善拍卖会上，我等伯母的好消息。先生，你的转运珠被人识破了。无碍，傅家这辈子都别想再翻身。这9个亿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和他确认一下。正好，我也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确认一下。你先说吧，有什么事？你想干什么？全脱了。要不先洗洗？你想什么呢？我就是想查一查你身上有没有什么降气运的东西。降气运？我跟你说，我到你家的时候，我就发现那个发财树全都枯了，还有那个官人的刀都拿反了。最主要的是，那个财神爷的位置都没有摆正。一个家里财神爷的位置都摆不正，这个家能发财就怪了。你想确认的，就是这些。要不然呢？你可是我的财神爷，你不能不查。现在该聊聊别的了。现在该聊聊别的了。你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只是想确认你会不会再离开我。当然不会，但是我警告你，我那5年的功夫都不是白练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早点休息。明天拍卖会上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的妻子。柔然啊，前面那些桌可是京城的顶尖权贵，待会儿你挑物件上可不要冲撞他们。好。只是没想到傅家都落魄了，在首席上还有一席之地。恐怕秦伯母已经让他们离婚了，很快傅家的地位也会是咱们的。那就好，咱们宋家不缺财力，就缺地位。传闻中气运之神
新收了个弟子，今天也会到现场，到时候你可要好好巴结。气运之神的弟子，那可是所有权贵都趋之若鹜的存在，爷爷可见过？哎，当年我斥资100亿，也就只见过一只猫。猫？哎。他们怎么还没离婚？气运神兽？爷爷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那就是一只猫。不可能，这只猫和我当年在山上见到那只气运神兽一模一样。我当时只是摸了神兽的脑袋，就病痛全消了。只可惜没有摸神兽的全身，要不然咱们宋家早已问鼎全国了。如果这真是气运神兽的话，难道他就是气运之神的弟子啊？你这个宋家弃女，竟敢在这里假扮气运之神的弟子，还带这只蠢猫来假扮气运神兽，是想害得宋家颜面扫地吗？让开！什么气运神兽？这就是我在山上养的野猫。再说了，我做什么事情关你屁事啊！你个孽障，竟然弄只野猫假扮气运神兽，这可是对气运之神大不敬。万一被他老人家牵动了宋家，你有10条命都不够赔的。难怪爸妈这些年久病不起，看来都是你对气运之神不敬造成。何人在此喧闹啊？难道这位才是气运之神的弟子？我是气运之神的委托人，也是本次大会的主持人。有请各位入座，保持安静。欢迎大家来到慈善拍卖会。本次的拍卖会有诸多气运之物，并且拍下唯一的气运神物者将获得气运之神的庇佑。传说得到庇佑者可保祖孙3代无病无灾，不出3年定能迈入顶级世家的行列，身价过1000亿啊！哇，这简直是世界上最奢靡的奖了！真有这么厉害的人吗？气运之道，我师父说他也只是略懂1、2。这次的气运神物，我势在必得。不过，在慈善拍卖会开启之前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。本次特地设置了气运值测试，在这个命运无常的世界中，气运在很多时候决定了一个人的成败。气运值高者将会获得与气运之神见面的机会，并且所有气运值都将获得等额的金钱。有没有人愿意尝试的？我来！来，有请。普通气运获得了97块钱。谁是福星，谁是灾星，一试便知。敢不敢跟我上去比一下？宋雨洛，还不赶快上去！我要让所有的世家名伶都知道，我将你从家谱中抹掉，逐出家族，是多么正确的决定。没兴趣。气运的强弱怎么可能靠一块石头评判啊？放肆！你竟然质疑凑一石的功效！我看你这是怕暴露了你灾星的身份，怕傅家和天下所有的男人都不要你了吧？我娶她宋雨洛，才不管她是灾星还是福星，听清楚了吗？傅廷兄，我看你也是怕所有世家名流知道你娶了一个灾星过门，身败名裂，怕没人敢跟你合作了吧？随你怎么说。好，比就比，我不在意别人怎么说我，但是我在意别人怎么说我老公。我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有请。这怎么可能？3万8，这可是1品气运啊，堪称人中龙凤，气运之子啊！恭喜这位小姐获得了3万8气运，这比普通人的气运足高了上万倍，难怪宋家这些年如日中天。不愧是老夫留下的孙女儿，
气运真好啊！看到了吗，灾星，我的气运值啊，是你一辈子都抵达不了的高度。像你这种倒霉鬼，就应该人人避而远之，让你烂死在街。那要这么说的话，昨天咱们家的钱可都是柔然姐带来的好运啊！是啊，你这个拖油瓶，还不赶紧跟我哥离婚啊？我还没试呢，你们现在下结论太早了吧？这位小姐，你恐怕是不了解一品气运的含金量，这简直是万里挑一，买彩票都能中奖的先天圣体。你的气运值啊，要是比我高，我跪下喊你姐都行，并且公开承认我才是灾星。没错，哪怕只是高一点儿，老夫也会公开向你道歉。好，这可是你们说的啊！这怎么可能？个十百千万，100万！她就是一个灾星，怎么可能会有100万的气运值？灾星，这可是气运女王，要是在古代，她凭借气运就可以一统天下，登上皇位，一代千秋啊！什么？啊？那要是在现代，岂不是能保佑一个家族繁荣昌盛，达到1000亿世家了吗？绰绰有余。我哥还真捡到宝了，他总能给我带来惊喜。好啦，你现在可以告诉我，到底谁才是灾星？我知道了，你就是一个吸血鬼，到哪里就会把别人的气运吸到自己身上，让别人倒霉。有道理，难怪宋家把你逐出家门后顺风顺水。小副总，小心他克夫把你克死。哥，你得赶紧跟他离婚啊，别让他把咱全家都给克死了。哦，高啊，实在是高！有你这种偏听则信的小叔子，这婚我怕是结错了。那要不然……不行。哦，傅廷修，到时候你们被他克得家破人亡，可别跪下来求我。荒谬！我傅廷修什么时候求过别人？我傅廷修在此声明，他宋雨洛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是我的福星，也是傅家的福星。我不准任何人再质疑他。1个亿！我操！哥，这是你真是幸运水转世啊！100万的气运值就能达到1000亿资产，1个亿，那岂不是能达到万亿资产了吗？不可能，他娶了一个灾星过门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高的气运值？一定是测运石坏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我带着测运石周游世界10余载，可从来没见过他这个样子。肯定是测运石坏了。我就说他一个灾星，就连测运石这种神圣之物也被他给弄坏了。你这个晦气的玩意儿，当初就不应该让你妈把你生下来。气运之神那可是千万顶尖财团都要膜拜的人物，你把测运石给弄坏了，如今让宋家还怎么立足？要是气运之神因此不再庇佑大夏财团，你该当何罪？以死谢罪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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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测运石是我触碰之后才产生异变的，与他无关。你们有什么怨气可以冲我来。少哥，咱们傅家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呀，顶不住这么多亿万世家的怒火。那又如何？啊，不能有事。从小到大，除了师傅以外，他还是第一个这么维护我的。难道仅仅只是因为当年的事吗？没想到你抱怨来的这么快啊！现在你被所有世家仇视，我看你怎么办。气运之子？什么？测运石居然给了气运之子这样旷古烁今的封号？什么？以前从没有听说过测运石给封号了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那是因为封号一旦出现，就说明气运之神认可了他。恭喜副总，直接获得了气运之神见面的机会。我不准任何人再质疑。算你小子好运，找了我徒儿当媳妇儿。看在你对我徒儿还不错的份上，就帮你破了这生死劫吧。
这和见财神爷有什么区别啊？看来我可以借着修品喽。不可能，傅氏集团这几年濒临破产，一落千丈。傅廷修怎么可能是天选之子呢？据说傅总娶了宋小姐之后，公司入账几个亿，难道这宋小姐是旺夫的？你这个扫把星还能旺夫？我想起来了，哥的气运值也正好是嫂子的100倍，100倍返利，看来是板上钉钉了。这么多年，你们一口一个扫把星，也该跟我道歉了吧？道歉？做梦！你们气运再好又怎么样？没有权势，没有人脉，屁都不是。你被逐出宋氏之后，宋家一飞冲天，就足以证明你的气运一点用都没有。说得对，柔然有商业头脑，见多识广，待会儿定能选中气运神物，获得气运之神的庇佑，祝宋家鹏程万里。下面的拍卖竞选确实与气运值毫无关系。听见了吗？只要能获得气运之神的庇佑，可是能保证千年昌盛。而像我这样好运的人，才能选中气运神物。好吧，那就走着瞧喽。老夫都入你神仙了，怎么这个生死劫都解不开呀？这个姓傅的到底招惹了谁？本次的气运神物只有一件，这是这些物品价高者糖葫芦。所有物品竞拍后将公布哪件是气运之物。我傅家承诺了这么久，如果可以选中，肯定各大世家争先追捧，订单不断。那我傅家肯定要重回巅峰啊！你有什么想要的吗？我想要那个糖葫芦。你疯了！以现在傅家的实力，只能要一件物品。果然是个土包子，就喜欢这种垃圾食品。你要是能选中气运神物啊，我给你100亿都行。小傅总，你可别被丧门星给误导了，他选的东西定是垃圾。这个糖葫芦我出价100万。100万？哥，100万能买一栋楼的糖葫芦了。他想要的就必须有。200万。哎，还是算了，花几百万买个糖葫芦，我出去还可以再吃的。傅家现在都没剩几个子儿了，傅总还是别打肿脸充胖子了。更何况他选中的东西就是垃圾，不可能会是气运神物。小傅总，你还是不要把这机会浪费在这丧门星上。点天灯。傅总既然点了天灯，天灯不落，傅总就跟价到底。哥，你不要命了？你为了一个破糖葫芦点天灯啊？哥，你这样做会让傅家葬身火海的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愿意出多少钱。我出8000万。我出8000万。8000万。 8000万。哎，好，柔然姐，你可真是我傅家的救星啊！花了8000万让我哥哥迷途知返，还得是你的。柔然，你这是干嘛？万一他不跟了怎么办？这里的东西岂能让他轻易拿到？据我所知，傅家虽然回笼了几个亿，可是都拿去弥补财务的窟窿了吧？傅廷修，你流动资金没剩多少了吧？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把天灯也撤下吧，让他花8000万吃个亏，还是很值得的。1个亿。这话是什么？哥，你不要命了？你花1个亿买糖葫芦，他能买一座山的糖葫芦了。是1个亿的糖葫芦，我真想尝。好啊，傅总还非要证明他就是个丧门星是吧？那我就如你所愿，看看你傅家怎么因为一根糖葫芦破产，又怎么跪下来求我了。想不到，昔日京城鼎陵傅家，如今因为一根糖葫芦而走向败落。1个亿，还有没有加价的？1个亿1次，1个亿2次，1个亿3次。恭喜傅总成功拿下这颗糖葫芦，没想到一开始就这么刺激，还真是罕见呀！恭喜傅总成为了大冤种啊！
你还有什么想要的吗？啊，没有了。天哪，1个亿够我在外面胡吃海喝一辈子的了。剩下所有物件，我出100亿全要了。谁同意？谁反对？凭什么？宋家生个什么东西也配包圆了？就是，这里还轮不到宋家说话。不然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不知道你这样做会冲撞其他世家吗？要是我宋家得到了气运之神的庇佑，我宋柔然在此承诺，定与在座所有世家达成100年合作，我们一起繁荣昌盛。不知大家是否同意？不知大家可否同意？100年了，好像有点道理。宋家负责中下游产业链，而且物品上百件，也不一定能拍中啊。我答应，我答应。还是柔然有商业头脑，不像这个白痴就知道吃。没人竞拍还不落锤？100亿1次，100亿2次，100亿3次。那么，就恭喜宋小姐以100亿的价格拍下其余所有物件。好，花100亿买了这么多破铜烂铁，看来宋家的家底要给你背锅了。你一个商业村妇懂什么？我这里随便一样东西都比你的糖葫芦强。傅廷修，很快你就会明白，你娶了她是一个多么愚蠢错误的决定。如果气运神物是这么得到的话，那这东西不要也罢。没错，不要也罢。副总，等一下，刚才您拍的那根糖葫芦就是气运神物呀？什么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这个破糖葫芦是能让我们傅家逆天改命的神物？嫂子，吃神了！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花了100亿买了这么多东西，怎么可能偏偏是那一件？肯定是你们联合串通好的，我拒绝支付这100亿。你觉得气运之神会看得上你这100亿吗？你若是不支付，小心你明天宋家鸡犬不宁。哎呀，妹妹还真是有商业头脑，花100亿替各大世家踩了个坑，佩服佩服。你都这样了，爷爷还没被你气晕过去。你有什么好得意？宋家的根基还在，我手里还有大量傅氏集团的股份，我倒要看看傅氏还能坚持多久。爷爷，我们走。请副总移步至 VIP 厅，接受气运之神的庇佑。小伙子，身板不错嘛啊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，没什么。不过身板再好，恐怕也挡不住接下来的灭门之灾。您是说傅家有灭门之灾？你们家被诅咒已久，凭我的本事也只能保全一人。你想让我保全谁呀？可恶！傅廷修、宋雨洛，你们凭什么抢走我的气运跟风头？少宇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又失败了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把傅廷修抢走。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当年我能助你成为宋家千金，同样我也能让你一无所有。是。不过少爷，你为什么非要我跟傅廷修结婚呢？因为宋雨洛。什么？老夫曾教出来个叛徒，这是老夫一生之耻。现在可得替宋丫头好好考察一下。说吧，你想让我保全谁？我想保全我妈。你说什么？我妈？那你媳妇呢？我和她离婚，这样我就能保全2个人。你小子挺聪明啊！行了，不用离婚了，你只要好好对你媳妇儿，一切危机就都能解除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她就是我选中的天降福星，会庇佑你们傅家的。徒儿可是无敌星星，
就连老夫也是靠他的气运晋升的。妈，气运之神说了，他就是天降福星。气运之神真是这么说的？千真万确。所以说你们以后一定要对他好一点。看来气运之神和我师傅一样识货。哥，你不会以为他真有什么超能力吧？他要是真这么厉害，那你在拍卖会上花了1个亿，怎么没有返还？气运之神到底是怎么说的？廷秀，你怎么能为了他来骗我们？我这有录音，你们自己听。牛啊，哥！你竟然能想到把对话录下来！不用听了，录音是假的。真不知道赵公子究竟看上了他什么。不过很快你就会被赶出傅家。柔然，你说录音是假的，是怎么回事？不仅录音是假的，今天的拍卖会、测运石还有气运之石，全部都是假的。全是假的？柔然姐，今天这么多权贵都在，这假不了吧？刚刚真正的气运之神已经发布了声明，你们自己看吧。诸位，我师父在10年前早已仙逝，我作为幸运的气运之神，对于昨天拍卖会的事情毫不知情，请大家不信谣，不传谣。我看你还怎么狡辩！你这种心机歹毒的女人，根本不配做我傅家的儿媳，立刻给我滚出去！我就说嘛，像他这个扫把星，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气运值，而且还能选中气运神物？原来都是假的！你做了这个局，骗了我100亿，还想巩固傅家太太的位置，你真是歹毒！快把100亿还给我！你闹够了！我相信今天这一切都是真的，我更相信雨落。廷秀，这么多年虽然我不讲理了一些，但是我是真心爱你，你不能被他骗了。我骗人？之前在宋家，你偷钱做假账，把所有的东西全都污蔑到我头上也就算了，现在你让我被全网骂，失去一切才满足吗？但是你自己坏事做尽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好，我师傅可说了，对我使坏的人是要倒大霉的。还装呢？你有本事就让雷劈死我！真打雷了？柔然姐，实在不行，我入赘也可以。刚刚那个就是意外，我今天要是有一句好话，我天打5雷轰！真灵验了！我劝你最好老实交代，免得被雷劈死，弄脏我傅家的房子。我说的句句属实。柔然姐姐，我相信你，你就让我入赘到你们家，我肯定把你伺候的舒舒服服的。你不配，你不是自认运气好吗？要想解决傅家的财务危机，最起码还要100个亿。你有本事就跟我比投资，看谁能先回笼100亿。我和你比，你要是输了，以后不准再踏入傅家半步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妈，你不是最信玄学了吗？刚刚柔然姐都差点被雷劈死，万一咱们对嫂子坏，也能百倍返还，那我们就惨了。那我收敛一点。要是宋柔然没撒谎的话，她能被雷劈吗？什么好的坏的都能百倍返还，这太玄学了，我不信。你闭嘴。今天的事的确有点蹊跷，气运之神的拍卖会已经宣传了好几个月，要是假的应该会提前制止。你先休息吧，公关的事交给我。什么百倍返还，我才不信。走吧。傅经理，没事，别跟他计较，走吧。你去洗吧。不行，师傅说过，破了色戒就会破坏好运啊，不能破，不能破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
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好吗？哦，那当然了，你无条件的相信我，而且还拒绝了宋柔然。15年前你是不是救过一个落水的小男孩？那个落水狗就是你呀！不好意思，你继续。5年前我被人下了药，是你救了我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你是我的命中注定，结果第2天醒了发现你不见了，我就疯狂的找你。哦，难怪。那你准备怎么报答你的救命恩人？就这？我又不是老色批。我的意思是，用我的生命。哥，出事儿了！哥，有急事儿，要不你先缓缓。什么事儿？二哥他出车祸了。在哪？真是晦气！赵公子让我开车撞死傅延修和宋雨洛，怎么是这个弟弟开的车？怎么回事？妈，都怪他！我就想开车兜风，结果他逆行超车，把车都给我撞翻了，我胳膊都折了。什么？你怎么开车的？万一我儿子胳膊废了，我以后定饶不了你。这人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？他是不是相亲节目上说你坏话那个？哦，还真是。你这嘴巴怎么了？是舌头断了吗？还能说话不？他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他的挡风玻璃全碎了，把他的嘴还有舌头都给划破了。我看呀，他这辈子都说不了话了，自作自受。他只不过是说了嫂子的坏话，现在舌头就变成这样了，难道对嫂子不好，真的会遭报应？哎哥，你这胳膊是不是今天早上撞了嫂子那条？好像还真是啊，这世界上真有这么玄乎的事儿啊！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对你嫂子无礼？你呀，多做好事，积点口德，注意交通安全。你也配教训老子？什么鬼玄学？老子才不信呢！宰了你，赵公子定能保佑我杨家。小心！你小心才对。你自己没站稳，可不关我的事儿。呵，这邪门儿！他不会死了吧？咱们这是正当防卫，他死了活该。哦，你手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之前在山上的时候练过几招，倒是他。还有呼吸，应该就是失血过多晕倒了。他只是欲图不轨，就差点把命搭进去了。要是宋雨洛伤了，那还得了？雨洛呀，妈要是有什么话得罪你了，你别往心里去啊，妈不是故意的。你看你说的什么话，我怎么可能会生气呢？再说了，你也没跟我说过什么特别难听的话，对吧？妈保证不说啊。嫂子，对不起啊，我昨天不是故意撞你的。这女人能不能带来福气先不说，对她不好是真着火端呀。没事儿，反正呢，你以后这条胳膊想撞我也撞不了喽。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事情有点蹊跷？是有些蹊跷，不过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也算是自食其果了。我说的不是这个，咱们刚得到气运之神的庇佑，很多世家都想和咱们傅家合作，却有人跳出来说咱们这是假的，而且我弟弟是开我的车出的车祸。啊！你是说有人在故意针对我们？有这种可能。你想干什么？之前说要检查你身上血，我还没查呢，快脱！要不一起脱？天修，明天的投资会我和你一起去。
来继续。想不到我儿子这么威武，还要女方主动，真是可耻。哎呀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俩刚刚就……妈，你有什么事儿？明天的投资拍卖会决定着傅家今后的生死，我想和你一起去。好，是时候让他们知道傅家真正的实力了。我们也要去。嫂子，这张卡里有100万，你可以拿去随便投资。哎呀，嫂子，这张卡里有100万，随便投资，什么百倍返利？我倒要看看他有没有小妹吹的那么神奇。600万随便花，那我就拿下了啊！谢谢。你们这不是为难雨落？投资哪有这么简单？投资不就是投点钱吗？啊，你连投资者大会是什么都不知道啊？你们两个不会合起伙来骗我的钱吧？嫂子说的也没错啊，只不过是投完钱后，商会当场就会宣布项目的升值情况。他们俩在说什么？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？简单的说，就像买刮刮乐一样，你买了一张刮刮乐，会有会长告诉你中了多少奖。哎呀，不管了，反正不就是小小投资嘛，包在我身上。等一下。妈，你就相信雨落姐一次吧，这么多天这么多事，我真的有点动摇了。妈也1个多月没买楼了，这里有5000万，你也帮忙投资投资。5000万！妈，之前投资的项目只要超过500万，你都不让我投资，你这一下子给5000万，你也太偏心了。拿着吧。谢谢妈。要是百倍返利是真的，傅家就有救了。之前柔然那孩子都差点被雷劈，还是信他好一点。今日好多国际大佬竟然全部云集于此。你之前亏了宋家100亿，这次要是再不能让宋家回本，我看这个宋家千金就不必再当了。爷爷，上次我是被宋雨落那个贱人给骗了，今日我定让宋家平步青云。死老头，敢威胁我！等我这次投资成功了，你就该退位了。上次傅家竟敢耍得我们团团转，他要是再敢来，我们定叫他好看。说的没错，骗了我们宋家100亿，老夫我从未见过如此卑鄙无耻、厚颜无耻之人。就是。爷爷，你不是天天见吗？爷爷，你不是天天见吗？爷爷，卑鄙无耻、厚颜无耻之人，不就是天天在您身边伴您左右，您还视若珍宝吗？宋雨落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个孽畜，还想给宋家丢的脸不够多吗？得罪了气运之神，还敢来这里捣乱？说的没错，今日这1000亿投资大会，即便是商会会长也得对气运之神尊敬有加。你这个败类还有脸来？我傅家人做的事，何时轮到你指指点点？傅家早已今非昔比，而且我听说真正的气运之神今日也要来，到时我要看看你还能不能护得住他。好你个叛徒！我原本都交代完后事，打算飞升了，你竟敢说我是冒牌货，还试图对我徒儿不敬！哼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无论谁来，我都能护得住。虽然他本事还没我大，别说这气场，倒是比我还强。不愧是我男人。护得住又怎么样？今日的投资大会可是关乎这世家20年后的发展，到时候等我宋家直入云霄之时，你们只能在烂泥堆里仰望我。傅廷礼、傅明月，看在你们两个平日里态度还不错的份上，我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。如果你们现在与傅家断绝关系，我可以让你们当我的狗。宋柔然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不
不好意思啊，差点把你给忘了。如果你现在跟傅老爷离婚，我可以让你来我家当一个保姆。你别太过分，你到底还想不想和廷修在一起？我想啊，可是这么多年来，你们一点忙都帮不上，我还指望你干什么？等我宋家成为大夏第一世家后，我会让傅廷修跪下，求着我让他入赘。你真是个泼妇！廷修没娶你是对的。我傅廷修何时跪拜过别人？只有别人跪拜我。你再敢对我家人不敬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等你一无所有的时候还怎么不客气。妹妹，这么快就原形毕露了，还真是难看啊！看是因为我有底气，不用再跟你们这群货色演戏了。好好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白光仅仅是被照耀，就感觉如沐春风。这气运神物，这就是能带来好运、价值连城的神物啊！我就说，之前那个破糖葫芦，什么光芒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是气运神物？这就是神物，这才是真正的神物。你这是获得气运之神的认可了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怎么没跟爷爷说呀？我是想给爷爷一个惊喜。上次气运之神听说我被骗了100亿之后，觉得有所不值，便给了我气运神物，并且还说会保佑我们宋家百年昌盛。竟然还能有这种操作！肉兰姐，人不能恃才傲物，他有再好的东西，也不是他对我们傅家不敬的理由。你还想对他说什么？别忘了，昨天晚上你还害得你嫂子身处险境。知道了，你8九就是。想巴结，缓了。想巴结，缓了。我宋柔然说话算话。我在此宣布，今日与我宋家合作者，我将保佑他百年昌盛。但凡与傅家合作者，我将永世与他为敌。宋家有气运之神的庇佑，定然将一飞冲天呀！待会儿投资大会开始，宋总投资什么项目，我们必将跟随到底，跟随到底，跟随到底，跟随到底！啊，完了，咱们傅家现在变成众矢之的了，这以后还怎么混啊？怕什么？没人跟咱们合作，咱们就做领头羊，开创天地。有志向，我支持你。请大家安静。今日投资者大会共有1000多个项目，但每个世家只能投资其中3个项目。待所有的世家选择完投资金额和投资项目之后，将会公开项目的估值。现在，投资者大会正式开始。嫂子，你打算用我的100万投资什么项目啊？刚刚那个主持人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太懂啊？刚刚那个主持人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太懂啊？真是个白痴，连规则都听不懂。你该不会要让他替你投资吧？错，是我们都决定让他投资。什么？你们傅家打算孤注一掷，让一个扫把星决定你们的命运？真是疯了！能够决定整个家族命运的，只有像柔然这种商业天才，并且还有气运之神庇佑的天选之子，那才行。像他这种蠢货，连花宋家1分钱的资格也没有。雨落虽然没有商业，但他是我的幸运星，我来挑选项目，他来决定投不投。有时候外行人比内行人看得更准。真是可笑，难怪傅家会没落，选了你这个恋爱脑当总裁。真是没救了。怎么样？刚才我的提议再考虑一下，当我的狗也是有好处的。你喜欢的包，姐姐给你买啊。我才不当别人的狗呢！嫂子，那100万你来投，我相信你。这几个都是比较不错的时尚项目，未来都有可能成为主流。你选一个。我选这个，明玉给我的100万，我投这个。
整一个地摊货，你说到时候……嫂子，你确定不再考虑一下吗？真是乡下待久了，审美都跟底层那群土鳖一模一样，选了个廉价奢侈品当概念，真是可笑。真是没眼光。廉价奢侈品，那还叫奢侈品吗？那只能叫地摊货。我选这个极简顶奢概念。这个有希望。奢侈品就应该十分的昂贵，让你们这群底层人买不起，甚至连看也看不起。什么奢侈品啊？那还不就是割韭菜吗？在这个消费降级、消费恢复理智的时代，选择廉价又实用的东西才符合大众。好，我相信嫂子，这100万我投了。你们这么有自信，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你们这么有自信，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妹妹，你也太爱打赌了吧？但又不愿赌服输。你上次可是跟我说了啊，你要是输的话就给我跪下来道歉，现在还没做呢。就是我们跟你赌没意思，不跟你赌。上次是你们弄虚作假，这次我们可以签订契约。那你想怎么赌？就赌谁的项目估值更高，谁要是输了，就给对方1个亿，并且还要学狗叫3声。你们敢不敢？之前嫂子的百倍返利全应验了，总不能到我这就栽了吧？我和你赌。美人，你看都没看就签啦？我一下子上头忘了，反正我不能让嫂子学狗叫。哟，你还挺护主啊！很快我就会让你知道你的选择有多愚蠢。哼！主持人，这个项目我投1000万，现在请公开这2个项目的估值。我刚才已经说了，必须所有的世家都选定后才能公开。你们不跟？你们不跟？对呀，一定要跟啊，对吧？对啊，肯定跟啊。幸运之子选的项目，那肯定是必中的，说不定还能获得1000倍、10000倍的利润。我跟2000万，我跟3000万，我也跟，我们也跟。看到了吗？这么多世家，一个跟你的都没有，就说明你输定了。现在可以公开了吧？我现在正式宣布，今天晚上第1个竞标项目的估值，宋家以及百大世家所选择的顶奢概念，估值是300万。超过300万的所有资金都将注入到商会基金中，发展更好的项目。什么？才300万？就300万？那我们都亏了吧？什么意思？才300万，我投了1000万，岂不是说我亏了700万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让大家1分钱都赚不着吗？对吧？对呀，什么意思？宋总，我们都跟了成百上千万了。是啊，是。这次算我亏了，我分文不取。但是我相信他们的估值只会更低，恐怕连10万都没有。别忘了，我们家柔然可是气运之子，他可是什么都不是。富家选择的廉价奢侈品概念，估值1个亿，并且预计明年估值再翻100倍。啊，1个亿！恭喜富士集团拿下这个估值1个亿的项目，并且将陆续获得总商会的项目注资。啊，1个亿，明年还要再翻100倍，这岂不是说100万不就翻了1万倍了吗？这怎么可能？这种项目怎么会有这么高的估值？陆续注资，难不成明年还要再投资100亿？是的，又赚了1万倍，这他们才是成百上千倍啊！嫂子，我们赢了，我不用学狗叫了。不过这个项目你不太懂，就交给你来管理了。哦，我爱死你了！以后全天下最好看的包包，你随便挑，我买单。果然，我们的选择都是对的。怎么样？某些人愿赌服输啊！就是学狗叫吧，3声。怎么样？愿赌服输喽？傅明月，我之前对你也不差吧？这次就算了。不行，要是我们输了，你会放过我们吗？还让我们签协议，不就是怕我们耍赖吗？哎，你不会又要耍赖吧？
哦，看来宋家的诚心也不过如此嘛。你们要是有谁想跟他做生意的话，可得好好掂量掂量喽。就是，而且还标榜自己是气运之子呢。我看啊，人品跟气运都不怎么样嘛。学狗叫，学狗叫。爷爷，你帮帮我吧。愿赌服输。有教训，宋家的信誉不能丢。学狗叫。汪！今日的耻辱，我定要1000倍、10000倍的讨回来。还有赔付金1个亿呢。这里有1个亿。小妹的100万又翻了100倍，身价还不止100倍。难道嫂子真能百倍返利？哎呀，嫂子，你快拿我那500万也去投资啊！选一个好一点的项目，我要开豪车，我要潇洒潇洒。那你以后可不能乱开车，不能超速啊！收到，我绝对不乱开，绝对不超速。快选一个吧，嫂子。哥，你给嫂子挑一个好点的项目，只要这次中标了，我一定对嫂子恭恭敬敬，把嫂子像父母一样对待。你说什么？那个像财神爷一样供着。这次我还要跟你敢不敢？看在你刚刚愿赌服输的份上啊，我就陪你玩一次了。说吧，赌什么？谁要是输了，就要给对方10个亿，并且让对方抽3个巴掌。你们敢不敢？你闹够了没有？这可是全球顶尖商会，你刚才学狗叫已经很丢人了。要是再被抽耳光，我们宋家在外人面前还怎么抬头？爷爷，这次我绝对不会输。汽车领域也是我最擅长的领域之一，敢不敢签？10个亿，那可是500万的200倍，难道还能超值返还？我来和你赌。哟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？这小妹都身先士卒了，那我还能让嫂子受委屈啊？我这傻二哥，这一次总算是聪明了一次。我选这个。哎呀，这嫂子选的呀，那肯定就是最权威、最牛逼的概念。让我看看，固态电池。嫂子，你是不是选错了呀？咱们选的是汽车概念，你怎么选了块电池啊？刚刚就是他误打误撞，侥幸赢了。你们该不会还以为他真的有什么眼光格局吧？真是可笑。这个理念啊，根本就不成熟，对汽车行业也没有任何帮助。这次我们赢定了。我选这个极限超跑概念，只有这种豪车才是给人开的，其余那种垃圾车啊，就是给你们这种底层人代步用的。你可算了吧，要不是抢了我的身份当上宋家千金，怎么还瞧不起别人了？要不是有了别人的努力付出，你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啊？再说了，固态电池怎么了？新能源、环保、耐用。说的不错，这个项目我也看好，追加1000万。这个项目我也看好，我追加1000万。没想到副总也这么没眼光啊，居然还跟。我想各大世家应该不会这么没眼光吧？我投10个亿。那我还是再相信宋小姐一次，这次我投100万。那我也跟100万。那我们也跟，我跟50万，我跟50万。主持人公布吧。极限超跑概念估值5个亿。他挑的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行啊他？5个亿，这么超前的概念，怎么才值5个亿？是你自认为超前吧？不可能，他们的估值肯定更低。固态电池概念估值20亿，预计3年内再翻100倍。他投了2000万，都赚20亿了。这不就是一块电池吗？怎么可能会这么高？你这叫什么气运之子啊？你这才是假的吧？人家选的2个项目市值都翻了上百倍了。我想起来了，
上次测运时测的，他的气运值都上100万了，会不会他才是真的？姓宋的退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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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怕什么？最后一次竞选，我一定会带你们全部赚回来，挑选一个千亿市场出来。说的没错，虽然失败了2次，但那也是柔然为了筛选出谁是最忠诚、最可靠的合作伙伴。要不怎么说你是我爷爷呢？这脑洞我都服了，他都这样了，你还替他说话？就是，老爷子，连我都看出来了，这柔然姐的运气没有嫂子好。柔然姐姐，刚才咱们2个的赌约是不是该兑现了？你飞有什么东西？还想打我吗？别忘了，你就是条舔狗。柔然姐，我只是想要我那10个亿，我也没说要打你啊。小钱你也配？你看看你们全家就是几根贱骨，非要把这个扫把星捧上天。等我什么时候高兴了，我再把钱给你。说得对，别忘了，你们傅家还有20%的股份在我们手里。我看今天谁敢再打柔然一下？让我来！妈，你们这是想一人抽一耳光？你们反了！别忘了，这个商会百大世家可是以我为尊，而且我还是气运之子。你们要是打了我，气运之神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让我来！你敢打我儿子，还敢骗我这么久？你的气运这么差，还敢在这里虚张声势？我今天非教训一下你！老东西，你敢！这巴掌打你对长辈不敬，这巴掌打你目中无人，这巴掌让你长长记性。这5年来，可都是我在帮衬你们傅家，你竟然恩将仇报！恩将仇报？雨落之前说的没错，你在我家这5年，我家就一直倒霉，我就是吃个豆角都会中毒。雨落来了之后，我家才开始好转。我看你才是扫把星。胡说八道！这些年宋家家大业大，那可是都是柔然的功劳。明明是你家气运差，要不是我帮衬你们傅家，恐怕你们傅家早就灭门了。别忘了，我可是气运之子。气运之子，我看你是小兔崽子才差不多。我也没见你运气有多好，还是说你的神有问题啊？是谁敢藐视神威？是谁敢藐视神威？气运之神来了！气运之神就是气运之神吗？他就是视频上大家敬仰的气运之神。没想到居然还能见到活的，不过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你们欺负柔然，就等着毁灭吧。方才是谁说我不行？谁比气运之神？就是他，宋雨落。你到底进不进？我看你都在这儿盘旋好几圈了。不对劲儿，还是不对劲儿。这里的布局怎么怪怪的？气运之神大人，他虽然姓宋，但和我们宋家没有一点关系啊！你可不要迁怒于我们宋家呀！宋雨乐是吧？我给你一个摆脱厄运、活命的机会，和他离婚，嫁给我。啊？跟他离婚，嫁给我。啊？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为什么？怎么要嫁给他？我嫁给你啊？没错，虽然你长相资质平平，但我看你气运尚可。赵公子，你之前从来没有跟我说过，你为什么要娶她？闭嘴！你可否愿意？你当我不存在吗？我不允许。区傅家也敢反抗？信不信我让你们家遭遇天灾？停！我为什么要嫁给你这种阴险小人啊？我不愿意。你说什么？我进傅家当天，我就发现他们家的风水不对。宋柔然明显不懂这个，说
是不是你搞的鬼啊？你是说我为了搞垮傅家搞小动作？要不然呢？傅家刚被气运之神认可，你就出来辟谣，明显你才是冒充的那个。哎，我说你这些小伎俩也太小儿科了吧？你什么时候变这么聪明了？我只是单纯，又不是傻。说吧，这么大费周章的，到底要干什么啊？你说吧，大费周章的到底要干嘛？你说的没错，我的确不是气运之神。那他不是气运之神，那怎么回事？你不是气运之神，那你为什么和柔然会有联系？你为什么要骗柔然？没想到宋家掌舵人这么蠢，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你还以为你收养的孙女是什么好人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为什么？还不懂吗？我入赘宋家，就是为了夺走宋家的财富跟气运。爷爷，在15年前，我就已经布局了一切，先派宋柔然吸走宋家的气运，5年前再转走傅家的气运，再用气运之神的名号把你们全都骗到这里。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我要把他们的财富和气运全都吸走，我要当新一代的气运之神。尤其是这个气运之体，我非拿不可。本来还想来软的，是你逼我的！逆长，住手！本来可以来软的，是你逼我的！逆长，住手！气运之神，老气运之神降临了！主神，我们有救了！嫂子竟然真的是气运之神的弟子，这可是超级大腿啊！师傅，你一定要救救爷爷！在宋柔然没来家之前，他对我还是很好的。爷爷。神仙啊！娱乐，对不起，这些年是爷爷冤枉你了。爷爷，现在还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你先好好休息啊。孽障，还不乖乖受降？没有飞升，你还好意思提？老夫都开天门了，硬是还要回来收拾你？不可能，我不应该算错，你应该已经飞升了，我应该把所有世家气运全吸走了才对。哼哼，谁让你还没有学到老夫的精髓就叛变了？当然会算错了。不，就算你没有飞升又如何？我还有最后一招！赵公子，这是干什么？15年前我救你，就是看中了你的恶难之体，现在是时候回报了。什么恶难之体？赵公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恶难之体，天生灾星，天克气运之体，所以才故意栽培你，就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，用你毁了所有人。所以这些年来，我就是你的一个棋子，你从来没有看上过我。凭什么我叫世凡？我要世代当凡人。凭什么傅廷修命就这么好，从小有钱有财也就算了，还娶了一个气运圣体的老婆？我不服，我要逆天改命！可你现在要释放恶难之体，会让世界生灵涂炭，甚至让我兔儿直接香消玉殒。难道他是想利用雨落的百倍返还？就是，万一我嫂子被你们杀了，成了碎片，我们可怎么办呀？我绝不允许你伤他一分一毫！逞什么英雄？我就要杀了宋雨落，让宋雨落死在你面前！
恶难之体，报！恶难之体，报！我们一起下地狱吧！放开！放开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！恶瘾散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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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恶瘾散去。我们赢了！我们赢了！我终于可以安心的飞升了。我宣布，宋雨乐是我唯一的真传弟子。我飞升成仙后，他将获得我在凡间的所有气运与财富，富氏也将100年昌盛，1000年不衰。嫂子，今天想买什么？我买单。哎呀，嫂子，咱们去买车，你看上哪一辆，我给你买哪一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跟妈去看看楼盘吧，喜欢哪栋别墅，妈给你买。我准备跟天修一起环游世界呢。